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些菜肉包子。除了今天要分享做菜肉包子的方法，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吃肉包才真的算是健康。平时吃包子是跟粥一起吃的话，那你就应该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告诉你这种吃法其实是不健康的。第一件事，先准备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。水重量占面粉重的一半，或者是55%。往水里加一点点糖，辅助活化酵母，放1茶匙速发酵母，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，静置10分钟。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检查酵母的活性。10分钟后，水面上有一层浮沫，说明酵母是活的。往酵母水里加500克中筋面粉，水占比越高，包子皮的口感越柔软。不过包子造型就没有那么坚挺。往面粉里加1茶匙盐，2汤匙油。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将盐换成糖，不过你需要加好几汤匙的糖，才能让皮吃起来稍微有点甜味。中速搅拌10分钟左右，水和面粉充分混合均匀了，稍微拿出来整理成球状，然后放回碗里发酵到2倍大。这个时间根据室温可能要1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。趁这个时间可以准备馅料，大白菜适量，我这有500克的大白菜。大白菜不能直接和肉馅和在一起，否则容易出水，肉馅就会变得很稀，不容易包到皮里。需要切成小块，放2茶匙盐脱水，用盐腌制大白菜半个小时。还会用到一些虾仁，150克的虾仁切成大颗粒，200克肥瘦相间的猪肉碎，加1片生姜，生姜要切成末，半茶匙盐，1茶匙酱油，一点点糖，1茶匙芝麻油，顺一个方向搅拌，直到肉末出焦。最后加入1汤匙的油，继续搅拌。和好的肉馅放着油光，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滋润。脱水半小时后的大白菜，尽量挤干白菜的水分，然后继续再切碎一些，一样也是切大颗粒。我个人不喜欢将食材完全切成末，主要是因为吃的时候想让口感丰富一些。切好的大白菜和肉馅要混合在一起，还需要放1杯葱。你没看错，我的葱买回来通常先洗干净后再冻在冰箱里面，用的时候直接取出需要的量，既可以长久保鲜又方便。菜肉混合均匀后，可以放回冰箱冷藏。等包子皮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包包子了。发好的面团揉几下排气。我要做的是小包子，每个包子用到30克的面团。小包子的特点是皮薄，做大包子的话，请至少准备50克的面团。大包子的特点是皮特别蓬松。每个国家的膳食建议都建议大家尽量少摄取精致面食。最后我再和大家解释30克面团做成的包子和1碗白粥的区别。面团分割好后滚成团，盖上保鲜膜防止表皮风干，将面团压扁，然后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面片，底下的粉可以多一些。包包子的时候，这些粘在面皮上的粉可以让褶皱清晰一些。然后往里面填1大勺肉馅。捏包子的时候，让外侧的包子皮互相粘连。我的习惯是右手拇指不动，主要用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捏，左侧的拇指时不时将肉馅往下压，一层一层叠，最后自然就收口了。整理一下包子的形状，可以留着鱼嘴，也可以捏紧。有时候鱼嘴在2次发酵的时候容易开花，所以我习惯直接封口。包好的包子放在蒸笼里，需要进行2次发酵。可以将烤箱预热到30摄氏度，然后关闭电源，放进包子。在烤箱内发酵20到30分钟，大包子可以很明显看到包子变成1.5倍大，小包子看起来变化不大，不过要是用手捏一捏就可以感觉到皮变得蓬松了。最后要蒸包子，冷水上锅，水开后计时。我这样的小包子，水开后计时12分钟，关火后焖5分钟。大包子水开后计时18分钟，关火后一样焖5分钟。焖一会儿是为了防止包子塌陷，一定不要急着开盖。最后就是享用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包子啦。不过不要太开心，接二连三不停吃包子。你是不是喜欢包子配白粥？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怎样健康的吃包子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根据澳大利亚的膳食建议，每一天你平均大约是摄入6份的这些谷物，这些谷物包括面粉啊、米饭啊。那6份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果是1碗粥，我们用杯子来量，1杯的粥是2份的谷物。那如果你是吃包子的时候，
我今天做的包子比较小个，它的皮只有30克，30克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半杯粥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。那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早餐吃2个小包子，再加上1碗粥，这1碗粥大概是一个马克杯的大小，那你这一个早餐就已经摄入4份的碳水化合物。如果你一天只能吃6份碳水化合物的话，你今天早餐吃了4份，那你中午跟晚餐继续吃碳水化合物，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已经是超标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尽量限制白面粉或者是白米饭的摄入？因为这一类食物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低的。如果你摄取了过多这类的食物，你其他的有营养的食物你反而是吃的比较少了，并且这一类食物它很快就被消化掉了，所以并不能够让你持久的感觉到肚子里面是饱的。我平时吃这个包子的时候，我是将这个包子当做主食，其他的食物我会去吃非常多的蔬菜，还有再额外再补充一些肉类。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更加要小心这些面食的摄入。看起来小小的一个小包子，它可以让你的血糖急速的上升。虽然米面这类的食物听起来好像对我们健康并没有特别大的益处，但是作为我们东方人，我们的饮食离不开这些米面，所以我平时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，是把它当做一个调节我们饮食的一个情趣。我们当然是摄取了许多其他有营养的东西，但是这一些可以让我们吃起来短暂觉得开心的食物也是少不了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健康的吃这些包子的话，尽量就不要跟粥一起吃。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